钟哥，你看到现在这个画面，这个是史上盖最久的教堂。为什么要看这个画面？因为就在他把这个最上面的东西放上去之后，把这个顶标放上去之后，144年等到了圣家堂真的封顶了。对，没错。实际上很多人到巴塞隆纳一定会到这个圣家堂去。那这个圣家堂原名叫做圣家宗座圣殿暨赎罪殿，那整间简称叫圣家堂。它是在巴塞隆纳加泰隆尼亚的首府这个地方。好，那你知道为什么这个非常重要？因为事实上，如果你去看圣家堂，圣家堂有非常多塔楼上去，那塔楼来说，它上面都会有一个安座。那这主要是因为它最高的一个塔楼，就中间的那个塔楼呢，它叫做耶稣基督塔。那耶稣基督塔来说，就是现在这个。那耶稣基督塔工作了非常久，像我2018年去的时候，事实上这个基督塔都还没有看到原型，都还没看到，所以他现在已经把它盖完。盖完之后呢，他这几天要完成封顶。那封顶来说，就是它这个封顶，我们现在看就是这个它封顶里面，它上面有一个十字架，这是十字架里面的这个状况。它十字架其实是蛮大的一个十字架。那完工了之后呢，它等于是主架构完成，但是我说完工还没有完成。那主架构完成了之后呢，它这个高是172.5米。那172.5米是什么意思呢？目前为止是全世界最高的天主教教堂，就是这么高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家堂的设计者是谁？叫高第。这个高第他是，如果你去这个巴塞隆那里，大家都是看他的这个建筑，他就是直线属于人类，曲线属于上帝，所以他很尊重上帝。所以他盖的时候，那他一个巧妙点在什么地方？他这172.5公尺呢，比如果你去这个巴塞隆纳的话，你会去惠特奇山。惠特奇山是一个他们的这个景点，上面也有这个教堂。惠特奇山就173到184，它不能够比那个自然界的建筑物更高。哦，所以这是高第他的这个想法，所以他就设计成这个样子。好，那你知道这个十字架，我们要这个十字架其实相当大。其实呢，不是在这个地方做，这其实在德国制造。那德国制造之后，他就把它制造完之后运到这附近，然后它这里面是白色的这个釉面的陶瓷，然后内部有这个石子的结构，还有玻璃板等等很多地方。加工完之后，后来运到他们的中殿的54米开始之后，它有一个工作平台。你看这个工作平台开始组装完之后呢，后来就开始把它吊上去。对，所以用这个先吊了这个下臂。然后把中央的核心啊，然后有4个侧拱把它弄出来之后，后来就完成，最后一刻才把它放上去，把它放上去。对，那放上去里面来说的话，我们刚才不是讲吗？我们刚才不是有给大家看里面吗？里面它其实是未来如果它整个开放的时候，你是可以走到上面去的。对，那走到上面去，它有楼梯嘛？那楼梯里面来说，它放了一个这个。它上面有一个这个叫上帝的羔羊，天主的羔羊，对，天主的羔羊，这我们都知道嘛。那这个就是一个羔羊在这里面，它用一个牢笼把它弄起来一个情形，这其实也是高第的这个设计。所以你看，它其实有非常多高第原始的这个设计。那看起来盖了114年，总算盖好，那怎么会盖得这么慢？因为它第一个，它的设计非常前卫。你要想，它这个设计来说，大家都没有看过这样一个状况。然后它后来还经过所谓的西班牙的内战啊，所以当时高第原本的模型还有很多东西都被摧毁，还有被烧掉的，对，被摧毁、被烧掉一大堆。那后来又变成什么？又没有钱，所以它其实就是经历过非常多的波折。然后它只是建筑形式完工，它其实并没有完工。好，那完工的时候，那到底他们怎么做呢？我跟他讲，他用了很多现代化的科技。如果你去圣家堂，你就知道它的规则，它设计的都是很繁复。我们给大家，你看这个，你看原型就知道，这个里面这个跟这个有够难的，它都非常繁复。那繁复的时候怎么办？我们如果用原始，你用人去雕刻出来太慢，所以他就用3D 列印。3D 列印，你看它就可以列印出这种什么，中间是中空，然后各式各样镂空一大堆的设计。它可以把几何模型东西都弄出来，把它弄得出来。那以前如果你真的要雕花还原的话，你可能还要好几个月的一个状况。好，另外是什么？它还用所谓的电脑数值加工。什么叫数值加工？因为我们知道，它整个工作的这个形态里面，你看它是用这样的方式，它先把很多组装好的模组，它把它运到这边。运到这边之后，然后再一块一块把它雕上去，它就有点像巨型乐高这样子，然后把现场组装起来。最后一个是建筑结构的运算，为什么？因为高第设计的时候，它有很多曲面，我就说它这里面很多曲面不像直，你直的话你很好把它弄上去，但是曲面你怎么去设计？所以他们还要用这个建筑结构，用 AI 去算到最好的数字，我在这个地方怎么把这个建筑物放上去会最快的这个速度？所以等于是因为有非常多的有3D 列印，有 AI， 然后加速了这件事情。对，我就说原本要花数百年哦，他现在把它加速了累积。我也很希望有一天完工的时候，我真的能够到现场去看圣家堂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，新闻时事不漏接。
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